连续2年亚太区最清廉的新加坡，令许多人心生疑问：新加坡到底凭什么？是不是靠这2年突击反腐、大抓贪官实现的？其实这些猜测都是误解。如果一个国家需要靠严打，说明它前面已经失败了。而新加坡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根本不依赖运动式反腐，因为它将清廉深深刻进了国家的底层结构。这不是最近2年的成绩，而是几十年的设计。在今天这期视频中，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新加坡密码，看看为什么其他国家学新加坡却始终学不会。很多人以为清廉是反腐败的结果，但真相是清廉从来不是大抓贪官的成绩单，而是制度运行的日常表现。2025年新加坡的清廉指数 CPI 高达84分，全球第3，亚太区连续2年排名第1。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排名和分数和去年的结果全无变化？这说明新加坡不需要通过什么大动作来刷存在感，它早已赢在系统设计上。清廉指数 CPI 不是看一个国家抓了多少贪官，也不是看曝光率多高，而是考察公共领域是否容易腐败，权力运行是否透明，新人是否能公平进入和运作是否经得起追溯。在新加坡，哪怕你是最权威的官员，也无法轻松逃过系统的监督。换句话说，在这里贪污不是可能被抓，而是迟早被抓。新加坡的清廉不是突然抓一抓就上去了，它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系统性规划。新加坡的关键优势在于，它从建国之初就在设计权力运行时默认了人性经不起考验的前提。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时间轴拉长。早在1952年，新加坡反贪局 KPIP 就已经成立，比它正式独立还早13年。与许多国家先进发展在这里不同，新加坡在建国之前就将反腐视为经济发展和政策推行的核心。这是极少数在殖民时期主动推动反腐制度化的地区。相比之下，许多国家往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瓶颈或暴露出严重问题后，才开始匆匆补课，而这种滞后性注定了难以复制新加坡的成果。但是推行反腐败的成本非常高，不只是成立机构或者制定法律，也不是靠举报和道德说教。新加坡的制度设计重点从来不是靠公众舆论施压，而是通过建立一套自动化的权力监督机制来让权力失控的概率降到最低。比如，权力必须可被调查，决定是否合规的流程必须清晰可追溯，公共资源必须有明确的责任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不是去堵漏洞，而是让漏洞一开始就无法形成。新加坡令人惊叹的一点在于，它的反贪机制几十年来从未放松，无论经济好坏、社会稳定与否，都坚持一套不变的逻辑。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法律和机构都有，但问题在于，换一届政府政策就软化，换一位领导人力度就削弱。反腐败往往是看人而不是看制度，这个摇摆性让不少国家举步维艰。而新加坡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人性会始终向善，它的法治精神从来都是以最低信任为原则。这不只是写在法律条文里，更体现在日常操作中。例如，公务员的待遇保持高度透明，收入预期明确且晋升路径公开。一旦触碰红线，所失去的长期收益成本将极高，这直接增加了腐败的难度。同时，社会普遍形成一种共识，占公家的便宜不是聪明，而是非常不体面。这种反复传递的信号让每一代人都清楚，规则不可破。正是这种坚持让新加坡形成了公认的信赖感，而这套逻辑从上到下从未有动摇。即便新加坡的反贪模式被无数的国家研究，但却极难被完全复制，并不是因为技术门槛，而是因为其他国家往往缺乏新加坡模式得以生效的独特环境。第一，新加坡是一个小型城市国家，高密度的人口和有限的国土面积让治理更高效，决策链条较短，权责分界清晰，因此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很容易被监测和追踪到，修正起来也非常迅速。第二，它的公务员体系高度职业化，这里的官员有明确晋升路径、稳定的收入预期，同时违法成本极高。这样的设计是高薪养廉政策的核心补充。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文化的高度协同。新加坡人普遍认为贪污不是小聪明，而是羞耻，甚至是犯罪。而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情关系复杂，制度规避的习惯根深蒂固，大大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正是这种文化共识加上制度和环境的多重支撑，共同构成了新加坡模式。缺了这些基础条件，其他国家难以真正复制这一模式。清廉指数高不只是一个好看的国际排名，对于每位普通的新加坡人来说，更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不需要通过关系申请房屋，不需要担心办事时塞红包，不用担心你的税金神秘失踪。在新加坡，这种小事的成功保障，正是新加坡模式的直接体现。清廉对百姓来说，
就是安心办事、公平分配的基本保障。与其说新加坡是靠制度管出来的，不如说是靠制度护出来的。今天的新加坡不是一个一夜之间成功的样本，而是几十年来代代累计、日复一日坚持的成果。这种清廉模式的背后是国家对长期制度成本的巨额投入，但正因为这份投入，新加坡才成为一个普通人能安心办事、放心生活的地方，也是它在全球范围内难以超越的根本原因。清廉显然不是天生的，而是付出了代价与时间的积累。新加坡愿意付，而且一付就是几十年。那么看到这里，你觉得清廉是文化的胜利，还是制度的胜利？如果其他国家要克服更多的挑战来模仿新加坡，你又认为是否值得付出那么高的成本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更多有趣深度的议题等你一起来讨论。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